顶级学府五死一残，自杀枪手竟是中国神童。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视频最后将揭示凶手死前寄出的信究竟描述了怎样的秘密。大家好，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今天就让我带你们一起经历这起美国天才枪击案。爱荷华州地处美国中西部，以其广阔的农田和宜人的自然风光而闻名。这里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迷人的小镇。位于该州的爱荷华大学更是全美久负盛名的大学之一，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学子前来报考。1991年11月1日，一个寻常的星期五，爱荷华大学沐浴在深秋的暖阳中。范艾伦物理系大楼内和平时一样，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气息。下午3点30分左右，大楼3层的309会议室里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空间等离子体物理学的研讨会。在座的有物理学界德高望重的教授，也有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沉浸在复杂的公式和理论之中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精心策划的足以震惊全美的杀戮正悄无声息地向他们逼近。忽然，会议室的门毫无征兆地被人猛地推开，一个身影闯了进来。他的动作异常冷静，手中握着一把冰冷的武器。几乎在所有人抬起头试图看清来者是谁的那一瞬间，震耳欲聋的枪声就在这间本该传授知识的会议室里轰然炸响。子弹带着死亡的气息，精准地射向了会议的核心人物。第一位倒下的是克里斯托弗·戈尔斯教授，这位在空间物理学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是本次研讨会的主持人之一。他应声倒地，鲜血瞬间染红了身下的地毯。紧接着，枪口毫不犹豫地转向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华裔副教授单林华博士，他也未能幸免，在惊慌与痛苦中倒在了血泊中。现场瞬间被恐慌和尖叫所吞噬。在场的另一位教授罗伯特史密斯似乎出于本能地试图上前阻止这疯狂的暴行，也或许仅仅因为他与前2位受害者关系密切。就这样，他成为了枪手下一个清晰的目标。数发子弹无情地射入了他的身体，他也倒在了地上。整个过程快得令人窒息，凶手的枪法精准而致命，仿佛他的每一次射击都经过了无数次的演练。他绝不是在胡乱扫射，就像是在执行一份死亡名单。在确认这3名目标人物已经倒下后，枪手没有丝毫的犹豫或停留，他转身离开了这个沦为人间地狱的会议室，留下了满屋的惊恐与绝望。但是这并不是结束，这仅仅是这场复仇的开始。随后他去到了物理系办公室，开枪射杀了物理系主任。这个枪手并没有像普通罪犯那样选择逃离现场，他的使命显然还没有完成。他冷静地穿过因枪声而开始陷入混乱的走廊，穿过那些惊慌失措的学生和教职工，径直地走向了不远处的另一栋大楼——杰苏普楼。杰苏普楼是爱荷华大学的行政核心所在，而枪手的目标在2楼的学术事务副校长办公室。在那里，他找到了时任副校长的安妮·克里利博士。克里利博士在学校备受尊敬，主要负责处理包括学术申诉、奖学金评定在内的诸多重要行政事务。面对突然闯入办公室的持枪歹徒，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就是几声清脆而致命的枪响，这位女性副校长也倒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同在办公室里的还有一位名叫米娅·罗德夫西奥松的学生助理，他也身受重伤，颈部以下瘫痪，成为了这场悲剧中唯一的幸存者，却也是最痛苦的见证者。此时，警笛声终于划破了校园的宁静，整个爱荷华大学都意识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正在发生。然而，对于这位行凶者来说，他的复仇似乎已经全部完成。在警察包围圈即将形成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举动。他将那支沾满了6位受害者鲜血的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随着最后一声沉闷的枪响，混乱的人间地狱也安静了下来。短短10几分钟之内，5条鲜活的生命陨落，凶手自杀身亡。一个宁静的顶级学府瞬间变成了屠宰场。
这个枪手究竟是谁？他又为什么要杀害这6个人呢？疑问悬在了所有人的心头。当第一批警察和急救人员冲入案发现场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慑。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和血腥味。在范艾伦楼3楼的309会议室里，3位教授倒在血泊中，戈尔兹教授和单林华已经当场死亡。罗伯特·史密斯教授虽然尚存一丝气息，但他身中数枪，伤势过重，在被火速送往医院后，仅仅几个小时便宣告不治。会议室内的文件、书籍散落一地，墙壁和会议桌上布满了弹孔，诉说着刚刚发生的那场单方面的屠杀。在副校长办公室隔壁的一个小房间里，那位神秘的枪手已经饮弹自尽，他的尸体旁静静地躺着那把夺走了数条生命，也终结了他自己的凶器，一把点38口径的左轮手枪。更为重要的是，调查人员在他的身上和随身物品中发现了大量的备用弹药。一切的细节都指向一个结论，这是一场经过了精心策划、目标明确的蓄意谋杀。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尽快确认这名自杀枪手的真实身份。警方发现所有的受害者都属于爱荷华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调查人员几乎可以肯定，凶手必然与这个学系有联系，并且与这些受害者产生过激烈的矛盾。随着指纹比对工作的进行，以及对现场遗留物的细致甄别，这个神秘枪手的身份终于浮现在了警方面前。然而，这个名字被公之于众的时候，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与困惑。这个冷静到令人发指的杀手，竟然是卢刚。卢刚，一个年仅28岁的中国留学生，爱荷华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刚刚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一个本该拥有光明学术前途的物理学博士，为何会选择如此惨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呢？答案很快在卢刚生前寄出的几封信件中找到了线索。原来，在实施这场屠杀之前，卢刚将数封专有他的自白和遗愿的信件分别寄给了几家新闻媒体和他远在中国的姐姐。我会把信的详细内容放在视频的最后。在这些信里，卢刚详细地叙述了他认为自己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他坚信自己的学术才华远超身边的所有同学，但是研究成果却被导师戈尔兹教授窃取，自己的博士论文远比其他的竞争者还要优秀，但在著名的杰出博士论文奖的评选中，他却意外的落败。他将此视为对他学术能力的公然羞辱，也是他认为学术委员会对他迫害的铁证。在他的报复名单上，戈尔兹教授首当其冲，因为卢刚认为他是打压自己的始作俑者。单林华副教授被他视为戈尔兹的走狗和学术界的马屁精，而学术副校长安妮·克里利则是因为卢刚对论文觉得不公平，向学校申诉时没有得到副校长的支持，因此他也被列入了必须除掉的仇人名单。至于罗伯特·史密斯教授，很可能因为与前两者关系密切，或是在案发时试图阻止他，而不幸成为了这场疯狂复仇的牺牲者。卢刚在信中用绝望的语气写道：既然这个世界如此冷酷地对待我，那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讨回我应得的公道。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现实的极度不满，以及对受害者的怨恨。遗书的发现使得案件的动机变得清晰起来。曾经的学术精英因为失意和怨恨，最终选择了毁灭所有人。他所描述的那些不公正待遇真的存在吗？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卢刚这个孤独的灵魂。卢刚1963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但他的人生起点却绝不简单。从小，卢刚就展现出超凡的智力，是老师和家长眼中不折不扣的神童。198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顶级学府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后，他更是通过了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主持的严格挑选，于1985年远渡重洋，来到爱荷华大学攻读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初到美国的卢刚也曾意气风发，他师从戈尔兹教授，其扎实的物理学功底一度得到认可。然而，在这看似一帆风顺的学术道路背后，
深层的矛盾却在悄然滋生。根据多番回忆与卢刚自己的信件描述，他聪明、勤奋，但极度内向，不善与人交流。他是一个带有偏执和强烈自负的人。他坚信自己的才华无人能及，但却总感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机会。他与导师戈尔兹教授的关系随着时间慢慢的变得紧张起来。卢刚单方面认为戈尔兹教授偏袒其他的学生，并且在他毕业后找工作的问题上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帮助。而在同学和同事眼中，卢刚则显得格格不入。他很少参与社交活动，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周围的人充满了疏离感。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与语言隔阂，无疑加剧了他的孤独感和挫败感。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团队合作和有效沟通的社会里，卢刚这种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固执的性格，使他很难真正的融入到团体里。这种长期的压抑感逐渐在他的内心深处演变成一种深深的怨愤。博士毕业后，他没有能像预期的那样在美国找到一份理想的教职或研究工作，这对于一个自视甚高的人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而杰出博士论文奖的评选失利，则成为了压倒他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他看来，这是对他学术能力的公然否定。他为此多次向学校申诉，但都未能改变结果，这让他彻底陷入了绝望的深渊，并开始秘密地策划一场血腥的报复。在案发前的几个月，卢刚在当地合法购买了一把手枪和数百发子弹，并多次到射击场练习射击。他还给远在中国的姐姐写信，隐晦地流露出对生活的绝望和一些厌世的念头，但他巧妙地掩饰了他真正的计划，以至于家人虽有担忧，却未能察觉到即将到来的恐怖袭击。1991年11月1日，在将那些解释他动机的信件一一寄出后，卢刚带上了他精心准备的凶器，平静地踏上了那条不归路。谁也没有想到，他这样的平静确实来源于他无数个夜晚的疯狂偏执。卢刚的死并没有让事件平息，相反的，他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特别是华人社区和学术界，留下了太多沉重的问题和思考。以下是我在互联网找到的卢刚信件内容，大家可以暂停查看。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奇案，推荐观看这边的视频。点击小铃铛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我们下期再见。